宋长官，我有个疑问，你今天必须回答我。你跟公安局那个程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吗？我认为我有必要知道，这关系到我们这次任务的成败。你真的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难道不应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？我跟程强曾经是恋人，他过去叫刘星汉。什么时候的事37年我在莫斯科医科大学的时候，他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。39年他调回延安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。你心里还有他？我心里有党国大业。我相信你，可你打算该怎么办？你觉不觉得我应该利用这层关系，去跟程强套取情报？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吗？时代的漩涡将两人推向了势同水火的两端，之间已不可能有折中的路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做到，必须做到。我回国的时候，给你写过信，可你没回。我以为你死了。对先生在日伪时期的所为，我们将既往不咎。特委任先生为巴彦县党支部主任。哎，大哥，200根金条的事怎么没说？国民党这是不相信咱们有军火呀？他们这儿想吃白食，哪儿那么容易？喂，程局长吗？我是金宇轩。哦，金宇轩，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今天打这个电话，是想告诉程局长，我手里有一批能够装备1万人军队的军火。想要我手里的这批军火，拿金条来换。金先生，你真是一个爱才之人啊！我怎么知道你手里边到底有没有军火？请你记住2组数字。好，你等一下。454-919-126-4444。这有可能是一个经纬度的坐标。不是这姓金的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坐标给咱们呢？他有可能是想证明他手中真的有军火。这样，文静，你呢，抓紧时间，赶快找一个经纬仪来。是。你呢，集合队伍，找几辆卡车，随时出发。老板在吗？哎，老板有事出去了，您照样。
新吸收的外围人员一定要可靠，考察要细致，不能急于求成。见利忘义的、随风就倒的，一个不要。宋长官，坐标？这什么意思？白给吗？这一定是个圈套。不管是不是圈套，我们都得去。局长，目标测算结果在城外15公里的20道沟附近，可信吗？有疑问。那里是平原农田，没有适宜建造掩体的地形。没有参照物，也许是最好的隐蔽。哼，日本人够狡猾的。哎，局长，队伍集合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马上出发。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了，在20道沟以东3公里的小石河集合。那边是共产党的地盘，让他们小心点儿，别惊动周围的老百姓。放心吧，但我还是不知道这姓金的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也奇怪，但现在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走，走。怎么样？好，赶紧接着挖，挖出来的赶紧装车。是，接着挖。完了。火把，火把拿。拿了。看着，跟车。注意点啊！他妈的什么意思啊？金宇轩把坐标也给了共产党，他想逼迫我们跟共产党竞价，买剩下的2批。这是老狐狸。撤。亲眼看到共产党抢先取走了第1批军火，宋红林和杨景修意识到，金宇轩已经不信任国民党了，想获得剩下的2批军火，恐怕比他们原先预期的更加困难。民主联军已经派部队
准备接受这批军火，所以呢，保卫这批军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啊。明白。任务失败，责任在我。目前我们有2件事要做：一，金宇轩不会主动露面，我们就想办法找到他，阻止他跟共产党进一步接触；二，设法找到共产党保存军火的地点，想办法把它毁掉。上次为金宇轩送信的人，你描述一下他的体貌特征、行为举止、大概年龄。会长，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男人做的是公平买卖，您是知道的，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？哪个朝代也没有规定不能跟外国人做买卖呀？你先生的事儿我会处理的，先回吧。啊，太太，请。那就有劳会长了。爸，我看报上说，家属已经闹到共产党市委去了。能不闹吗？生意上的事儿，买卖双方谈定了一个价格，或高点或低点，那都是情愿的，又不是白送。啊，单方跟日本人做买卖就全都抓进去，那这条街上就没有做买卖的人了。这个程局长有些太着急了。无农不稳，无功不富，无商不活。共产党啊，早晚会后悔的。老爷，绸缎铺的张太太又来了。说我不在。程局长，你对我们宋家有恩，我宋伯阳也是知恩图报之人。关于平衡粮价一事，我定当竭尽全力。只是，有什么为难之处，您就说。程局长，前些日子你们大搜捕，错抓了一些正经的生意人。现在哈尔滨商会人人自危，要平衡粮价，现在有点难。可是据我所知，抓的那些人都是给日本人提供过战略物资的。程局长，要是按您这么个说法，咱东北的农民种的粮食全都让日本人作为军粮征用了，那难道说还把这些种粮的农民全都抓起来啊？这道理是没错啊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错抓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。现在抓的那些人呢，正在审理当中。不如这样啊，宋会长，你列一个名单，来协助我们尽快查清他们的情况。哎呀，时间来不及呀，程局长，我今天前来就是代表哈尔滨商会向程局长请愿，请您即刻放人。马上放啊？是。哎呀，程局长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些天那些被抓商人的家属，现在天天跑到我家里边是又哭又闹。你要是不把这些商人都放了，我说服不了那些家属，怎么能够配合贵党工作，平衡粮价呢？宋会长，你看看，放人、平衡粮价，这不是做生意做买卖吗？哎呀，这是形势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啊！还请程局长以大局为重。宋会长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公安局啊是政府的部门，你看啊，今天他哭2下，我放几个人；明天你来说情，我又放几个人，这不乱套了吗？老百姓他不服，就连犯人他也不会伏法的。哎，程局长，形势所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这个法纪无外乎人情，我不赞同。哎，哟，宋长官、杨长官，给金宇轩送信的人抓到了。招了吗？还没，是个硬骨头。杨长官，你来审吧。
赶紧说，不然等会儿想说没得说。都说了，是真不知道他平时在哪儿。他有事再找我，给我钱，我就干活。他不喜欢我问他。嘿，嘴还真硬。往那伤口上招呼，免得失血太多，死得太快。等一下。兄弟，你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不愿意开口出卖朋友，那我可以帮帮你。这个呢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新研制的逼供药，服用以后，药会直接攻击人的大脑，造成身体极度不适。到时候我问你什么，你就会说什么。较什么劲呢？啊？我这是在帮你。哎，这个滋味不好受。说吧，金宇轩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都被下了药了，就不算出卖兄弟，对吧？有这种可能，但你总得说点你知道的，要不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呢？他做不见，他在水泥厂，咱们老板家。谁？范东阳。杨长官，他死了。废话，氰化钠能不死吗？不是逼供完吗？这种江湖草莽对义气看得极重，想让他出卖朋友，光严刑拷打是没用的。所以您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下药了，说什么是不受控制的。只要犯错的理由够充足，人总会犯错。那他要是还不说呢？不说话的人跟死人有什么区别？凤莲，张老，程强曾经诱捕过一次金宇轩，但是没成。这个姓金的后来就变得非常小心，平时的时候只跟手下单线联系，没有情况的时候，谁也找不着他。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？大搜捕以前，姓金的曾经住在一个叫范东阳的家里。范东阳在哪儿？被当成卖国奸商给抓了。眼下伪满汉奸，人人喊打。他能在范东阳那儿住4天，证明他们交情不浅。还有，他们一定是有秘密的联络方式。程强会不会已经掌握了范东阳？我想应该不会。程强抓了那么多商人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联系到他们是有关系的。现在范东阳是找到金宇轩的唯一线索。无论如何，先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。红玲，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蛮干呢。如果派我们的人去帮他越狱的话，万一失败了，反而会告诉程强，范东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那只能利用舆论压力，逼迫共产党多放一些商人出来，这样就不会引起程强对范东阳的注意。有些事情啊，还是要跟他们讲道理，啊，说不通了，慢慢来，不能着急。还有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有什么疏漏，知道吧？啊，现在监狱一共有多少人？143人。卖国奸商呢？43人。可他们先生，越快越好啊！是。
并和机器厂厂长刘渊。到。出来。他们连这个都不能接受，我看，这分明没把咱们商会放在眼里啊！是啊，咱们以礼相待，他们却得寸进尺。切，这帮泥腿子，就是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哈尔滨现在确实在人家手上。哼，他们还能坐得住几天？你们知道吗？国民党军集中5个美式装备师围剿本溪，已经打下来了。新6军和52军，还有71军的2个王牌师，已经向四平集结了。军。爸。啊，红亮、锦绣回来了。红亮，看看这些叔叔伯伯，还认识不？怎么不认识啊？各位叔叔伯伯好。好好好。这10年没见，真是长大了。不再是当初那个惹你爸生气的小丫头了啊！张伯伯说笑了，还记得我年少无知时的傻事。这是我先生杨锦修，做一些小本的古玩生意，以后还望各位叔叔伯伯多照应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各位叔叔伯伯们好。不错不错，邹老啊，你这谦虚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红亮、锦绣，你们先歇着吧。好，那你们忙。再见。看样子程家没有答应释放樊东阳啊。意料之中，他是不会接受任何条件的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向他们施压这条路行不通啊。不是不通，是还不够。我们得把事情弄大，给共产党制造压力，但又不能是我们的人。我想到一个人，洪宝奎。他就是个地痞流氓，能做什么？成事不足，才能败事有余。大哥，有声音了。什么声音？有人托咱们做掉高斯达，4个大洋。钱在哪儿呢？说是先放玛丽小姐那儿。干。可是大哥，咱们这里边出不去，在里面杀人，不光不好弄，被查出来怎么办啊？这不是你要想的问题，我有招。哎，这个车道路口遇红灯，右转行吧？不行，你右转，我左转，这不就碰上了？我还直行的车过来了呢。哎，这真是啊！我还有直行的车。书记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今天路上上班的人多，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那车就走不动了啊。我们啊，正在讨论打算在哈尔滨推行红绿灯交通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在苏联留过学吗？啊，你说这红灯亮的时候，允不允许向右转呢？这个，我当时上学没坐过车。哎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们问问，我去打个电话给你们问一下啊。哎，你到我办公室打吧，我正好有事找你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接着讨论，接着讨论啊。我说这不行，这个是个问题。这么小转，这个一个啊，应该可以，你再好好查一查啊，可以右转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右转。对了，书记，这宋博洋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市委经过讨论之后，认为宋博洋的要求有他的合理性。有他的合理性？哪儿合理啊？哦，就算有合理性，那我公安局是什么？市场啊？今天抓，明天放的，朝令夕改。我这公安局局长，哎，怎么干？谁服我呀？现在的形势你了解，
我们的经济力量很薄弱，如果不能争取到民族资本家的帮助，我们很难稳定市场。市场稳定不了，老百姓就得挨饿。是老百姓的肚子重要，还是你公安局长的面子重要啊？这个道理我懂，书记。但是他这算帮助吗？啊，有条件的帮助也叫帮助啊，这是做买卖。那我们共产党要跟他做买卖，那跟以前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？程强同志，经济战场也是战场，你这么冲动，能打胜仗吗？要顾全大局。喂，我是钟志云。钟书记，我找程局长。哦，找你的。喂，局长，什么事儿？监狱出事儿了。监狱出事儿了。总共死了6个犯人，我们这边3个已经重伤。什么起因？开始的时候是几个犯人嫌饭菜不好，后来越闹越大，他们自己斗殴起来了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这次事情闹大了，这是我的失职。开头死的时候，这第1个犯人叫高斯塔，是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，仇人太多了，当时特别混乱，据说是被乱拳打死的，很难说谁是凶手。宋长官、杨长官，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死了6个犯人。哦，这个洪宝奎果然能折腾啊！我们的目的又不是杀人，死高斯达1个就够了。范东阳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我查过了，没事儿。那就好。好，宋长官，游行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是不是现在就开始？先等一等，现在开始游行的话，会让程强联想到监狱暴动是有人唆使的。先给各大报社发消息，还能赶上晚报的头条。明天一早开始游行。好。你们做的不错呀，声势浩大。这次啊，共产党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公安局去人了吗？哦，去了，大多数是学生。这帮小孩子呀，一点就着，非常好用。你觉得利用学生好吗？只要结果好就行了。是。局长，怎么劝都劝不住啊！这些学生怎么把公安局给围了？这咋办？主要是我们占领城市时间太短了，群众基础还不够坚实，还不被他们足够信任吧？有可能啊，不过我觉得也有些奇怪。你看，我们抓这些商人，尽管在卖国的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议，但是我们大部分抓的还是地痞流氓和汉奸。怎么人民群众有这么大的反应？是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是啊，你觉得呢，赵副局长？局长分析得非常透彻，林喜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有国民党特务在背后操纵。喂，哦，钟书记，程强同志，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哈尔滨的社会稳定。是啊，释放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的商人，已经不只是市委的决定。上级首长亲自发来指示，让你马上执行。首长的指示。钟书记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有一点奇怪。
我怀疑是有人煽动，要不要咱们马上调查一下？你的怀疑是有可能的，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如何平息事态。市委宣传部已经做好部署，准备向群众表态，澄清事实原委，只等你放人了。钟书记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呢，咱们还得好好再考虑考虑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你看看行不行啊？咱们来一个公审大会，把我们的司法流程呢跟大家展现一下，让人民去监督，让人民去评判，有罪的当场定罪，没罪的当场释放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。现在这个形势，不适合再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了。书记啊，不信任才得让他们信任我们，以诚相待，让大家多了解我们嘛。我觉得这个办法能行得通，要不然咱们试一试。可行。哼，你同意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出乱子。我把结果尽快的汇报给你啊。哎，局长，你是不是早想好这招了？咋不早说呀？急死我了！是这样啊，咱们现在赶紧下去安抚这些老百姓，千万不能出乱子啊！走。号外！监狱昨日发生暴乱，6人死亡。先生，来份报纸吧。来，给我一份。会长，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没有？昨天监狱暴乱，一下子枉死了6个人，其中有3个人是咱们商会的人呐。搞死的，该死！他死是死有余辜了，可胡家、胡豪两兄弟呢？不就是为日本人采购了几批粮食吗？现在倒好，和那帮杀人放火的土匪关在了一起。就算不被共产党枪毙，那迟早在里面也会被人给弄死的。好了，稍安勿躁，急有什么用呢？会长，不急不行啊！谁知道，他们下次再搜捕，会不会把你我也抓进去？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对呀，会长。宋小姐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好了，怎么办呀？吵闹是没有用的，就是我们得想办法。男人们都没有办法，我们老娘们儿有什么办法啊？是啊，男人们办不到的事，我们女人未必办不到。那行，宋小姐，你说你有办法，你倒是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听听啊！就是，你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！谁在带头闹事儿啊？站出来，说给我听。爸，没事，他们不是来闹事的。各位姐妹，我们得用合理合法的方式。只是这么胡闹的话，只会让男人们罪加一等。我们得组织起来，发动身边的人寻找证据，帮男人们洗脱罪名。他们男人的生意，从来都不给我们看的，哪来的证据啊？订货单、出货单、私人往来信件、买卖合同，是不是被日本人要挟的？有没有帮助过地下抗日战线？人证物证都可以。红玲姐，我们哪看得懂合同啊？没关系，我跟大家一起找，一个人找得慢，我们就一起，一家一家的找。那先去我们家吧。这位太太是？哦，我是水泥厂范东阳家的。哦，是范太太啊。那好，那就先从你家开始。我叫吴小雪，姐姐叫我小雪就好了。那姐姐妹先去我们家吧，走吧。行，来走吧。真是伙妇无犬女啊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程局长你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受嫌犯家属的委托，来配合公安局的工作的。你坐。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协助我们调查？是这样的，这些是嫌犯家属在家中和公司里找到以往的交易合同，
里面完全不对等的条款，可以证明他们是被迫和日本侵略者有交易往来，他们也是受害者。里面还有一些私人信件，能够证明他们在伪满期间是有过爱国行为的，甚至是直接帮助过地下抗日战线的同志们。另外，我们还有一些证人，可以随时接受您的询问和调查。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算不算是协助公安局的工作？算，当然算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的看这些材料，核实他们的真实性。啊，对了，你替我感谢这些证人的家属，谢谢他们对公安局的支持还有理解。好，我一定转达给他们。明天你能不能通知有关的证人还有嫌犯的家属，来我们公安局的礼堂啊？我们想搞一个公审大会。公审大会？对，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嫌犯公开审判，把我们的司法流程给大家看，让人民去评判，让人民去监督。贵党对人民真的是坦诚相待，佩服。哪里啊？是人民对我们好，相信我们，支持我们啊，爱护我们，我们才有今天呢。那好，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再送送啊，到了。哦，对了，洪玲，这个事儿谢谢你啊。你刚才不是已经谢过了吗？刚才是代表局里，现在是代表我自己。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